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Mail。2020年，武汉肺炎持续发烧，各种避免群聚的政令宣导冲击着各行各业，在家工作、在家上课等等在家活动开始流行，在家经济学瞬间成为显学。同时，疫情也正挑战着传统教会固定聚会的模式。南韩因为新天地教会的聚会活动，导致集体社区感染，造成疫情失控大爆发，不得不让人反思：聚会臭了吗？本列车开往反思，沿途停靠，行驶，目的 Jason Mail 祝您旅途愉快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定义聚会的。如果单纯拿聚会这个词当关键字来搜寻圣经和合本全文，我们会惊讶地发现，在将近100万字的圣经当中，竟然只有少少的33处符合搜寻结果，其中还包含一些和聚会原意完全不相关的部分。而当我们试着比对他们的英文翻译，会发现英文版圣经对于我们认知中的聚会，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正式用词，大概就是用不同的词去陈述某些事件经过，实质意义反而没有那么受到强调。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跳出来反驳，歌剧的不是会，歌剧的是安息日，或者歌剧的是主日。那就让我们用同样的标准来搜寻圣经吧。果不其然，圣经当中安息日出现的次数多了许多，反而是主日只在启示录中出现了唯一的一次。所以以下我们将专注在安息日聚会的讨论。至于守主日的哥们，抱歉了，这个在圣经里不那么受重视的日子，实在不知道该从何讨论起。但如果哥们对主日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见解，还是欢迎留言一起来讨论哦。安息日明确记载在圣经的基本大法10诫当中，其中粗略说明了安息日的实质形式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要大家装死耍废，什么事都不要做。同样的命令在律法书当中也一再强调，甚至指出如果不守安息日就直接判唯一死刑，比劳基法还要严格，可见神意图保障劳工权益的决心。律法书同时也提到，安息日当有盛会，地点则是在每个人各自的家里，居家隔离，做好做满。为求精确，新约甚至出现了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样的概念。以经文当中提到的橄榄山到耶路撒冷之间的距离来看，大约是1公里以内的距离。新约时代，人们开始对安息日有了不同的习惯和见解。除了一般人习惯安息日到会堂念圣经，耶稣特别喜欢去会堂教训人，保罗则喜欢去会堂跟人辩论。同时，耶稣也亲自示范了安息日医病的举动，打破了传统安息日禁止做工的诫命，并讲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样的论调，强调安息日还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。从此，一个安息日各自表述，安息日到底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、各自解读的议题了。时至今日，不吃耶稣这套标准的犹太教徒，仍然严格守着传统的安息日诫命。各大基督教派则各自发展出独特的安息日聚会模式，同时为了维持相对复杂的聚会能正常运作，而衍生出复杂的分工。光是一天的安息日聚会，可能就有领会、翻译、理师、司琴、接待、音控、炊事、插花、教员等等工作，并将这类工作统称为圣工。不知不觉当中，安息日就变成了忙碌日。再一次，圣工这个词是圣经里面完全找不到的词，就像圣战这个词一样，似乎所有事情只要冠上圣这个字，就都合理化了。此时再看回10诫，圣工这个概念不免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违和感。关于安息日的目的和意义，10诫当中给了一个浅显易懂的说法，就是安息日是用来纪念神造万物这件事。就是这么简单。然而现实中的安息日却往往因为是群体聚会的形式，而多出了许多附加内容和目的。其中最直接也没有争议的，就是宗教相关知识的传播。毕竟一般人平常没事也不太会主动去接触宗教方面的资讯，到教会聚会听道理就是一个很方便也很合理的方式。这其中需要特别注意到心理学上的从众效应。教会的环境很容易形成一言堂，当周围所有人都口径一致持某种观点时，我们就很容易受到影响，不加思考而接受并持相同观点，即使这样的观点可能是经过人为的刻意解读或扭曲，不见得完全正确。另外，实体会堂的安息日聚会毕竟是由一群众人所聚集组成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人与人的互动，就会产生社交需求。也因此，安息日聚会往往也是个和教会朋友们产生互动的时机点。一般社会上的资讯交流、八卦、闲言闲语，在教会里也见怪不怪。同时，有人聚集的地方就需要管理，就有政治，就有商机和利益。
也就有人为操控介入的空间在里面。这大概是所有宗教都有的现象。此外，通常教会会提供免费餐点或是其他资源供信徒使用，这时使用免费资源也成为某些人去教会的目的之一。最后，还有一种人去教会聚会，单纯只是因为圣经当中写道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大概就只是怕没去教会聚会会受到惩罚，考试会考不好，出门会被车撞。基于这种恐惧心态而去教会的人，教会就只是个枷锁，神也只是个恐怖情人。不妨好好思考这段关系是否值得再花一辈子经营下去。教宗方济各曾表示，做无神论者好过做虚伪的教徒。这也呼应耶稣所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都能进天国。种种说法都说明去教会聚会不见得有那么大的实质意义，重点是有没有达成该有的目的，以及对自己或对他人有没有正面的造就。总之，回归初衷，安息日的目的原本是这么的单纯，只是人将它搞复杂了。安息日如果要严格遵守，基本将占用人生1/7的时间，等同一个活70岁的人一生当中，有10年的时间要花在安息日上。也正因为这是一段不短的时间，我们更应该好好审视和反省其中每件事的基本目的和意义，才不会直到进棺材前才发现这1/7的岁月都不知道在干嘛，这就可惜了。而当我们思考过聚会的目的和意义之后，也必须随时检视一下这些目的和意义是否有透过聚会活动来达成。如果没有的话，聚会不过就是病毒散播的温床而已。